各位觀眾大家好，8月22日凌晨，台南安南區海淀路的夜空突然升起一朵駭人的蘑菇雲，伴隨而來的是連環爆炸的巨響，把半個安南區的居民直接從睡夢中震落床下。這不是電影裡的空襲特效，而是真真實實發生在民眾眼前的災難。方圓100米內，透天厝的玻璃瞬間全碎，門框嚴重歪斜，天花板轟然塌陷，有居民剛從地上爬起身，緊接着又被第二波劇烈的氣爆彈飛，就連趕赴現場救火的消防員也慘遭波及。一個宛如水塔般巨大的鐵桶被強大的衝擊波硬生生炸飛到4樓屋頂，整體事件造成10多名無辜民眾與消防員受傷送醫，幾十戶人家原本安穩的生活一夜之間淪為滿目瘡痍的廢墟。這場大爆炸炸出的絕對不只是衝天的火光，更直接炸出了台南長期存在的地下黑金結構以及廢棄物監管體系的巨大黑洞。火災的起因是有人在住宅區附近的私人空地上非法堆置了大量的煤土、鋁粉與工業廢油。具備初中化學常識的人都知道，鎂和鋁屬於極度危險的進水物質，平時多用於金屬加工，一旦遇水便會產生剧烈反應並釋放極高溫度。近期台南大雨不斷，加上消防隊剛抵達現場時，根本無從得知這片空地堆放了什麼宛如未爆彈的化學盲盒。水線一拉，水一灑，直接引發了更為猛烈的連環大爆炸。環保局甚至在現場測出了濃烈且刺鼻的氨氣。更荒謬的情節出現在後續的追查過程中，台南市府順藤摸瓜，試圖揪出這批危險化學廢料的主人，結果查出是一家登記在高雄鼓山區的公司。然而當稽查人員循線找上門時，才發現這哪裡是什麼處理廠，竟然是一家還在營業中的理髮店。理髮店老板滿臉無奈，表示自己只是承租戶，對化學廢料完全不知情。至於那個把理髮店當作空殼公司登記地址的王姓負責人，居然是個通缉犯，且早在今年6月就已經大摇大擺地潛逃出境。空殼公司虛假登記，跨縣市違法傾倒危險廢棄物，最後通緝犯順利跑路，這儼然形成了一條完美閉環的地下犯罪產業鏈。這些無良業者為了省下高昂的專業處理費，隨便找個緊鄰住宅區的空地一丟就拍拍屁股走人。面對這樣的荒唐行徑，台南市環保局平時到底在幹嘛？所謂的跨縣市聯合稽查網，難道只是不堪一擊的擺設嗎？民進黨在台南長期執政，從先前鬧得沸沸揚揚的光電弊案，到這次荒唐透頂的廢料大爆炸，滿地都是執政留下的破口，也滿地都是在野黨理應拿來檢驗抨擊的把柄。這本該是國民黨展現監督力道，證明自己具備更好治理能力的絕佳時機。可是謝龍介接住這把天上掉下來的槍了嗎？完全沒有。作為國民黨提名的台南市長候選人，在爆炸案發生後，他竟一語不發。或許有人會顧慮，這個時候跳出來糾責，容易被當成落井下石，但最起碼親自到災難現場做個慰問，關心一下受災民眾，不僅是政治人物的本分，更是增加在地曝光度與認同感的機會。但他卻完全缺席了。回顧2022年的台南市長選戰，謝龍介雖然以微小差距落敗，但那更多是因為對手黃偉哲本身太弱。這麼多年過去，謝龍介的選舉策略似乎從未改變，永遠只專注於打空戰，絲毫沒有把心力放在扎實的在地選民服務上，甚至連藍營的基層村里長遇到地方上有事需要協助時，都經常聯繫不上謝龍介，最後只能無奈轉而去找民進黨的陳亭妃幫忙。他大概心裡認定台南的綠營基本盤太大，自己在地方上再怎麼勤走也翻不出多大動靜，倒不如靠着全台的高知名度繼續在電視台和網絡上高來高去。他靠着精妙的台語順口溜，靠着上政論節目痛批時弊，確實賺足了聲量，也拿到了同溫層的掌聲。可是網絡上的高聲量真的能100%轉換成台南在地的實際選票嗎？反觀他的對手，代表民進黨參選的陳亭妃，情況恰恰相反。外界經常調侃綠營內部的派系鬥爭，許多選民對台南現有的執政成績也有諸多不滿，但沒人能否定陳亭妃打的是最扎實、最接地氣的陸戰。他的選民服務做得滴水不漏，從來不會因為求助者是哪一個黨派就大小眼。台南地方上但凡有個風吹草動，第一線總能看到他與團隊穿梭的身影。政治從來都不是在攝影棚裡講幾個逗趣的段子就能交差，更不是在豪華晚宴上舉着球棒作秀。政治就是老百姓最真實的每一天。當你睡到半夜，听到震耳欲聾的爆炸聲，眼睁睁看着家裡的玻璃瞬間碎落一地，天花板砸在床頭，空氣中彌漫着刺鼻的毒气時，你當下最迫切需要的是一個能在電視上把你逗笑的名嘴，還是一個能立刻出現在現場幫你解決臨時安置與
後續問題的民意代表。雖然謝龍介在大陸及網絡上的知名度極高，受歡迎程度也不容小覷，但面對這場選戰，如果依然只靠空戰而不懂深耕基層，他100%會面臨敗局。台南市安南區一處堆放廢棄物的空地，22號凌晨1時許發生火災。消防人員在滅火過程中，現場多次發生劇烈爆炸，導致3名消防員及10多位居民受傷送醫，40戶民宅受到波及。22號凌晨1點多，台南市安南區一處住宅區空地上的廢棄鋁材不明原因起火燃燒，消防人員獲報到場，趕快布水線灌救，但火勢不僅沒有控制住，甚至發生猛烈爆炸。鎂土是鹼金屬，它遇到水它就會爆炸，因為這個鎂土如果它的量我們不知道多少，它掩埋的深度都不太一樣，它可能也許最底層還沒遇到這個水。消防人員發現空地上不止擺放了鋁製廢棄物，地底下甚至還埋放了鎂金屬，遇到水就會爆炸。消防人員只能改用泡沫進行覆蓋滅火。由於爆炸威力巨大，包括消防車、救護車在內的多輛汽車受損，40戶民宅受波及。台南市長黃偉哲指出，市政府正加速處理善後，消防局已啟動火場調查，查明起火爆炸原因，待確切狀況釐清後會進一步說明。據央視新聞，台灣台南市安南區22日凌晨1時許發生火災，當地消防單位出動20多個分隊前往救災。在滅火過程中，現場多次發生劇烈爆炸。有消息稱，現場有多輛消防車、救護車被燒毀，至少有3名消防員、11位居民受傷。這樣風很大，外面那個窗戶都是變成紅色的。一開始確認是鋁材，跟一些廢油桶爆炸的時候，才知道原來裡面有鎂土。爆炸很大聲，至少3次，很大聲。零零碎碎的部分，至少我聽到有5次，就是嘣嘣啊！一開始有那個爆炸雲，爆炸雲盤在那個比較大的火有3次，對，那原則上就是現場有很多的進水性物質跟油桶這樣，廢棄油桶。原則上的第一梯次的一個現場帶隊官就跟我回報，還有大隊的幕僚。他們就跟我回報說，現場已經有進水性物質，那以及一些廢棄物。那我看到我們已經部署涼水線的同仁在那邊在現場，可是我判斷是覺得說現場有油桶，那有可能大膽的假設裡面還有油，所以我先把同仁就是把它改成炮塔那種防護的，就是把人員撤出。那經過幾分鐘後，就整個就爆炸了。那我的部分就是要確保最後一個同仁都已經撤離了，所以我是最靠近火場的部分。那當下爆炸的時候，我們就是已經確認同仁其實已經都在安全的距離範圍後了。好，那我們的部分就是也是稍微，因為它爆炸是持續不斷，包含好像我記得有3次爆炸聲。好，那我們就是彈炸之後，我們就起來之後，我們就確認一下到底現場的燃燒情況。那我們局長也有指示說，那除了我們同仁的狀況，燃燒的狀況也是要確認一下啊，所以我們也有確認在現場燃燒的情況也要立即的阻隔。大概是這樣。跟我們講一下，你當時是被怎麼保護嗎？就是被撲倒然後受傷的，還是當時同仁是在站您的什麼位置？應該是。因為我是最後一個嘛，所以其實應該是指說大家是一起跑，因為我是喊說所有人動作快一點，然後趕快跑，因為我已經有看到油桶已經感覺火越來越大，那我就因為他們可能在撤退的過程中是背對着，所以我就告訴他們火越來越大了，趕快跑，啊，所以他們就往外一直跑，啊，在喊的過程中其實就爆了，對，所以應該是說就是大家是一起跑，
然後很多人就是跑的過程中，可能就是我跌倒。那我的部分，我印象中我就是应该是不止一個同仁，我記得好像有幾個同仁就是把我保護住，因為現場因為我們已經在休息區了，那我們想說因為整個下大雨，所以我們就先把衣服先把它先卸下來，在卸下來的過程中，我就看到有火要快要爆炸了，所以我們就跟着跑。還是這樣來的。所以他是怎麼來做撲倒？從旁邊拉住你吗？是圍住你還是？他是抱住我，就記得有一位小隊長啊，然後另外我旁邊還有2位，就大家就把我抱住，然後就是把我護住，因為他們有穿消防衣。好，那因為他们可能看我從休息區這邊跑，我身上是沒當下一開始有穿消防衣，後來是沒有消防衣的，所以我們在休息區域啊，所以變成他看我跑，然後身上是沒有就。幫我護住這樣，嘿。所以您的傷勢是怎麼樣？可以跟我們講一下。我們大部分3位警消同仁大概都是輕度的灼傷，差不多1至2度左右。是灼傷。對，都是灼傷、燒燙傷，燒燙傷跟一些跌傷，就是擦傷這樣。3位都差不多是這樣的情況。然後我們其實局長很關心我們啦，就原則上我們先就醫完之後，然後再就是先住院先觀察一下這樣所以我們到醫院，事實上大家也都是希望說能立即再回到災害現場繼續來幫忙，因為就是因為我們大家是一家人所以我們不能把弟兄放在那邊，所以我們還是治療一下，我們就趕回現場了。到底掉。阿郎呢？没有，那是空位。他的困难会就有些地方因为指令车。
我找你那邊遐掛12塊，那邊遐看嘛。哦，對不起啊。我找你看。越來越髒。哇，你這會貴香啊？啊，而家空地是加那個化學物品啊。所以，阿蘭來啊，那而家的車，車，現場。但是蠻驚悚的，看這個救護車來的時候正好爆炸，還好人員及時撤離。